澳洲流浪探险家克劳斯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克劳斯。刚好今天在家给大家录一期视频，这期视频是关于在塔斯马尼亚如何集2签的问题。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，我是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签证第一批的持有者，现在是其他的签证，这我就不和大家赘述了。我刚刚从矿上下来，有几天的休息时间，所以说今天有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 Tasmania 集2签的一个攻略。大家集2签的话，主要是从事于农场行业。正好我在 Tasmania 有很多关于农场的一些工作信息，因为我在 Tasmania 也有大半年的时间，我是在做农场的。打工度假签的话，集2签或者3签，大概是需要88天的 payslip， 如果没记错的话。现在是11月份，11月份正是 Tasmania 农场的收割的季节，他们需要大量的。如果你想在 Tasmania 集签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期。从10月或者说是11月开始到12月，这1个月期间，你可以做 Costa 的 Raspberry Picking， 采摘或者包装都可以。这个农场的名字叫 Costa， 农场的地址是在 Devonport， 在北塔。到了12月过后，12月末1月初的样子，这就是樱桃场的包果的季节了。大部分的农场都是在1月初的样子开始采摘，到2月初结束。农场大部分集中在霍巴附近，也就是在南塔。住宿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在霍巴特。一大部分华人呢是住在Sunny Bay的，那边的房子也挺多的。你如果要征人征车，挺方便。重点介绍一下，在南塔樱桃场有2个樱桃大厂。第一个是 Reid， 在 Reid 采了好几年，所以说 Reid 扛大旗。他的招聘的话，通过 Links，Reid 是把工作都外包给了 Links 这个中介，你需要通过 Links 或者说是官网上申请。Reid 的话有2个厂，第一个是 Plenty， 在霍巴特的北边，还有一个南边的叫 Castle Forbes Bay。这樱桃厂有什么区别呢？北边12月末的样子它就已经开了，如果你是选择南边的 Castle Forbes Bay 的话，是在1月初的样子才开工。其实这2个厂的果子都挺大的，如果你想多采点时间的话，推荐你选 Plenty 采完了过后送到南边，也继续接着采摘，所以说工时的话会长一点。基建采摘的话，去年是10块钱一个 log， 如果你是从头摘到尾的话，它每一筐 log 多给你1块钱的 bonus。采摘的话，1个小时的最低要求你采3筐30块钱，就相当于高于你的时薪了。这只采2筐的，我就警告你。但我没看到它有开人。快手的一天可以采400-500吧，工作时间是早上5点还是6点开始，到下午的2点或者3点。开车的话到 Plenty 也要40-50分钟。Reid 的包装比 Hasson 可能要早一点，但是它结束的工期也早。樱桃包装的话，大部分都会让你一天做10到12个小时，如果你1个月做下来，也能赚蛮多钱的。第2个大厂是 Hasson， 它是一个大集团，它不光有樱桃，它还有苹果。Hasson 就相比 Reid 好一点，你采摘完了樱桃过后，它还会给你安排剪枝，还想干的话，他们还会有采苹果。Hasson 的筐很大很大，12块钱一筐吧，但赚不到太多钱，一天就200多就封顶了。但Reid采的话，你可以采400-500，说给Reid扛大旗。Hasson 的农场的樱桃树大部分都很老，很高很高。关于包装的比较的话，Reid 的包装开工早，结束早。Hasson 的话，它的工时比较多一点点，结束的比较晚一点。其他的就是小厂，非常推荐的一个，就我可以在1个月采樱桃可以拉到1万多的，就是 LYC， 这是我必提的。我的好朋友 Rico 是里面的 manager。LYC 的离霍巴特50分钟，全塔唯一一个允许你 bunch picking 的樱桃厂。我一天最多可以采70筐，10块钱一个 log， 8K 机左右。他们的工作环境大部分都是华人，我是非常推荐 LYC 的。LYC 你知道它是小小的樱桃厂，你如果要应聘 LYC 的话，趁早，他们那边很难被人发现，但是被我发现了。今年是樱桃大年，说 LYC 肯定要大赚一笔。我现在在矿上嘛，如果有时间或有机会的话，我也会回 LYC。Rico 把1号留给我。另一个不得不说的华人樱桃厂就是铁心湾，中规中矩。铁心湾的采摘是1到，他们那边必须要就是 separate 单颗采，所以说速度可以降很多。一天的话200多不是问题，每天结束的很早。他们那边也是以华人为主。Picking 完了过后，如果你想挣更多的钱的话，他们会提供做 packing， 数也挺高的。如果你要采摘的话，得带一个凳子 ，tips 给到你就带一个牛奶筐。还有一个樱桃厂，我就忘了叫啥名了，不太推荐，也是个华人樱桃厂。这个农场呢是一筐是15块，它的筐的话很大，像一个大澡盆一样。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农场，比如说台湾人开的农场也有，韩国人开的农场，但一般是在比较远那边的农场太小，但还推荐大家去。
采完了樱桃过后还是没及够88天的2天的话，我就推荐你去做葡萄。相比非洲的葡萄的话，他们不是那种用来酿造红酒的，很简单，就咔嚓剪下来丢到桶里。葡萄的收割季节呢是从2月末3月初开始，最迟可以采到4月底。采过2年，一个农场就是卢比安娜，做完了葡萄过后也就4月底了。想去哪里工作呢？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去我之前工作的海鲜厂。叫什么名字呢？ True South Seafood。工作的旺季是每年的1月到7月，7月到12月的话，它是淡季。海鲜厂能不能提签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就如果你需要这份工作，我们可以把申请的方式给你，时薪呢大概是28块左右。还有一个存钱渠道是有个人叫 Joe， 他也是算是一个中介，他会给海鲜厂送人过去。就比如说他的工作内容就是挑鱼蛋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申请，如果不能寄签的话，你直接 pass 掉，去其他州吧。这就是塔州1年4季的工作。寄签的工作也告诉你，半年的时间应该你能集够你的88天吧。恭喜你，嘿嘿，有7批1年在塔州生活的你，需要这些工作信息的话，告诉柯老师，无偿的都给你。因为我也体验过没有工作的时候的一些痛苦，也会焦虑，也会 emo， 也会不开心，也会不高兴。不要担心，你会找到工作的。如果您觉得柯老师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那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再见啦 ，See you。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柯老师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再见了您呢。